目前世界各国几乎都开放国门了，出国拍摄不再遥不可及。那我也在年初去了巴黎、里斯本还有安达路西亚。我会用我这次出国的经验来告诉大家，像我一样录 vlog 为主，拍照其次的话，该怎么带相机设备。上集我提到了带什么相机设备，这集呢我要接着讲，依这次的经验，我会如何调整带的东西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朋友，我是热爱自由旅行的盛凯，这边主要会跟你分享旅行生活的乐趣，以及一些摄影相关的知识。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吧。首先，我们来谈谈镜头的部分。这次我只带了 Tamron 1728mm 的广角变焦镜 ，Vlog 来说呢算足够，但是拍照就显得有点局促。我现在用我 Tamron 1728的镜头，那假定我要拍的是目前远方看得到的那个未完成的中正桥。那现在呢，我用的是17的焦段，看像我现在拉长28。其实它还是显得太远，只能拍近距离的东西，或者是真的范围很大的那种风景。其实我这次带的设备还算简陋，还可以再携带一个标准变焦镜，也就是焦距大约在24到70mm 的镜头。现在用的是2470焦段的镜头，那24端呢就跟刚刚差不多，就是我们目标的那个中正桥还是很远，但是当我把它放大到70端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显得比较经典、比较清楚。那再来是 BND， 就是所谓的可调式减光镜，有点像是相机的墨镜吧。其实只要天气很好，基本上都会出现曝光过度的问题。进光量比较大，例如像现在我在太阳下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透过调整数据来让它达到适当的进光量。意思就是你不管怎么调，你 ISO 调低，然后快门已经很快了。然后你的光圈也调很小，可是照片或影片还是过曝的时候，这样的话，其实我就没有办法得到我原本理想的结果。这个时候减光镜就是必备的。我选的这个 BND 它是可调式的，也就是说呢，它上面会有刻度1到5，代表着它的减光级数，你可以转让它从减光级数由低转到高。那这样看可能有点难理解。你现在看这个中心，我现在就用最低的减光级数，那随着我慢慢调整减光级数升高2、3、4、5，那你可能会看得到这个深度越来越深，所以它就会让更少光进来。这就是 DND 可调式减光镜的功能。再来就是稳定器的部分，手持录虽然在适当的使用之下，一样可以得到不差的结果，但是运镜方式跟行动方式就会大受限制，像是你必须要夹着手背走猫步，你才不会太晃。相机是开积极防手震的模式，但是实际上其实还是必须要非常小心翼翼的走，不然的话画面其实还是会很晃。那像现在这样子，就能做的方向就会受限。那如果说不然踩下去的话，那就会变成这样子。那使用稳定器，即便它是真的会增加一些重量，却可以有更多的行动方式。那像我现在用稳定器的话呢，除了我走路不用那么的拘束，就其实我可以比较自由的走我习惯走的方式之外，我还可以操作一些低角度的运镜，例如然后我如果不小心掉下来的话，踩到坑洞的话，那个影响也不会到那么大，甚至我也可以尝试用跑步的方式来运镜。其他都还不会太晃。再来是无线麦克风，虽然上集提到说我这次带的 Sony B10指向型麦克风的收音距离对我来说其实是足够的，但是终究还是有距离嘛，就是可能半公尺到1公尺。如果你在背景噪音特别大的时候，例如说像这次在飞机上，59的拍立得照片应该不超过1张，这个是其中一张，不错吧？或者是在马路上，现在好像全部都是人，我不知道等一下。如果不是要逛街的话，我去那边人到底会不会太多？其实成效还是一样差强人意。反而这个时候如果有无线麦克风放在你的衣服这边，或者放在口袋，然后外接一个领夹麦来收音，收音效果就会变得很好。所以我原本的机顶麦克风可以在很近的距离收得很清楚，但是如果说像我现在离我正在拍的这颗镜头那么远的话，用这个无线麦克风，那边的接收器就在那个相机上面，我都离这么远，还是可以收得很清楚。可是如果我是在那上面放我现在这一颗的机顶麦克风的话，那我就不可能收得那么清楚。
这样子的话，我就可以调整成我大部分的状况，我一样指向麦克风装在相机上面，收那个环境的声音。同时呢，我在自己身上，甚至假定我就跟朋友一起出去，那我们就各比一个麦克风，这样独立收音。这样超过一个人的时候呢，其实也能够各自清楚的收到音，不会因为站的位置而有所影响。这样子剪片的时候就能有更多的选择，背景声音跟人声分开来。如果原先的指向性麦克风收音的成效就很好，可能就像我现在目前用的方式，我其实就不用特别分开音轨来剪辑嘛。那再来是背包肩带的部分，原本我用的是固定长度的，那这个背带呢，它没有办法调整长度，所以变成是有的时候不想用相机，但我想把相机一样挂在这边，那我就会这样子。可是我在走的时候，其实它会甩来甩去，就会变得比较危险。Peak Design 它的背带能够轻松调节长短，就是你只要在站着的时候你就拉住，然后把你的扣环上下调。在这个地方呢，你可能看得到扣环，它可以直接调整长度。那我等一下来示范去看看。再加上它的快扣系，这种快扣带，所以我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把这个一扣，它就直接拆下来。这样的话，像我可能，例如说进到餐厅，不想要被背带缠来缠去，弄得很难去拍食物的照片，那我就很轻松就可以把它拆下来。那这样这款的话，跟刚刚的长度差不多，可是你看我可以这样子弄，这个就直接拉长。但如果说我想要缩短，那我就这样子，我可以直接把它拉起来，我可以把它拉到很短，这边就不太会动，就比较不会晃来晃去，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，不用特别因为不同状况而把你的整个相机啊、背包整个放下来做调整。最后是三脚架的部分，我也想要拍长曝光的照片，例如说夜景的车流嘛，我会选择再带幽兰子的 F38快拆旅游脚架，既轻便又稳定，而且我放在背包也不会占太大的空间。F38系统呢也是兼容到这个快拆，也就是说，像我现在的这台 A7 跟我现在正在录的这一台呢，我下面都是装 F38，所以我可以直接把它扣上去，那个快拆也就是在这边了。然后要拿下来也很容易，我就只需要按住这旁边的键，然后再把它推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来示范一下要怎么收纳。刚刚提到这边的这个，我按住之后呢，它这个就可以把它这样拉出来，所以就一下就拆下来。如果我要装的话，我就是这样直接对准，它就可以装上去。然后它也可以有第二层安全机制，就是把这个下面转扣转了，它就可以锁住，就你就算误触它也不会松掉，因为你按不下去。好，那现在我就把这个相机键放旁边，这样立着。那我要把它收起来也很快，我只需要就快速把它这样子收起来，然后把它这个扣环全部打开之后，然后再一次让它这样子，它就全部就收起来。然后这个这样子也很轻，它才1公斤出头而已，但它的高度可以到170、180，很高。那如果说要打开的话呢，那就更快，只需要用我这样子的这个大拇指。我这样子顺着对着这个直接打开，每一个都先打开，然后就这样拉出来，然后再一个个锁起来，它就开。所以它的收纳跟使用上面是蛮方便的，都蛮快速的。同时附有这个收纳袋，然后也有肩带可以挂，就把它背在身上。好，这样就收起来，非常轻巧，非常方便，强烈推荐。有这么多选择，你该如何决定要带什么呢？那一般来说，我自己在出国的时候，器材能尽量少带就会少带。毕竟你在国外旅游，可能一出门就是一整天嘛，也不会希望你带得太重的设备，影响你的移动速度，也毁了你旅游的兴致嘛。所以我尽量都会先以主要目标去做评估。例如呢，我这次的主要目标就是录我自己独自自由行的 vlog， 能让我至少达成这件事情，就是好的选择。这样子的前提之下，我该带的东西都带了之后，如果我的行李还有空间，如果我还能够再承担更多东西的话，我才会考虑次要目标。例如我刚提到，我的次要目标是想拍周遭景色嘛，所以呢，我要到前面这个已经考虑完了，我这个时候才会在想说，可不可以再多带一颗标准的变焦镜头？如果我又还可以再加的话，更次要目标，像刚提到的，我还想要拍个长曝光的照片，我才会再考量说有没有办法多带个旅行的三脚架。那最后一样要强调备份跟挑选的重要性。长途或出国旅游啊，每1-2天我就备份是拍的照片跟影片到我携带的电脑跟硬碟，所以我总共会有2份备份，再另外整理跟挑选。那我们都知道懒惰是人的天性，如果像我这一次1个月的自由行嘛，我如果不整理，到后面累积起来的档案可能会让我不太想碰。
所以呢，我每次备份后，我会接着粗略整理要留下来的，这样子的话可以清出更多的空间。更重要的是，会让我未来再回来看这些照片跟影片的意愿会更高。当然啊，如果你是短期的旅行，可能像1周，你也可以考虑说，我等旅行结束之后，我回国再整理。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我不先整理挑选，再去备份档案呢？其实你旅行所拍的每一张照片、每一部影片，其实都是很珍贵，也不是想拍你就可以随时不拍，不像在你家附近一样的嘛。如果你没有备份，直接先整理挑选，结果不小心删错了，那几乎是没有救。那反倒你可以先备份档案之后呢，拿出一份出来整理。如果你不小心删错的话，至少你还保留另外一份啊。以上就是我这集的内容。这集影片呢没有受到赞助，所以如果你对提到的东西会有兴趣的话呢，我把链接一样放在下方的描述栏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是好奇的地方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有帮助的话，也请你帮我按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来第一时间收到之后影片的通知。我们再见，拜拜。